女儿啊，爹求你了，你还是去找周廷琛吧。就他不怕日本人，你就不要再难为爹了。阿宝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您真的忍心要赶我走吗？姓周的，你跟涂云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带他去哪儿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谁都别想离开杜家，给我上！是。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，是你们要把童玉婉活活饿死在密室里的。今天，如果不是我们两个赶到的话，2条人命就没有了。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先过我这关。给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？廷琛，放我下来。齐了，他叫杜思堂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？就算允堂死了，他还有儿子。你要让这个孩子姓杜，那么你就得听我的话。你回娘家可以，不过这个孩子你得留下，我会让允薇把他抚养长大。我们母子绝不分离。你是铁了心要离开杜家是吧？好，只要你们跨出了杜家大门一步，这个孩子以后就姓童不姓杜了啊！以后你们母子休想回杜家争家产了。啊？我记得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父亲对你们讲，以后要和睦相处，不再相争。这是他临走前最后的愿望，难道你们全都忘了吗？允薇，算了吧，大房都已经山穷水尽了，就让这孩子平平安安的走吧。我谅他们母子，也不敢跟你争什么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带着思堂再回到杜家，一定。小姐，玉婉，玉婉，小姐流血了，快点送医院。走。小姐，你真打算出院吗？我看你走路都发飘，能行吗？住院费是无底洞，能少住一天就少住一天。周少爷留给咱们的钱还剩200多块呢，你先别为钱发愁。苏西，你拿着这笔钱，再去登一些寻人启事。我不相信允堂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小姐啊，咱们还是留点钱傍身吧。我听说家里的佣人全解散了，你说你要回到娘家，再遇到什么事儿，这可怎么办？那是我自己的家，不用怕。倒也是，这老爷见到思堂，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哎，苏西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全部登寻人启事，找到允堂是最重要的。我见过了阿玛，就去找你。
哎呦呦呦呦！老爷，看我的外孙多可爱呀！哎呀，来，给老爷笑一个，笑一个啊！来，坐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啊！你看到老爷你就睡，啊，你吃了睡，睡了吃啊！哎呀，这孩子一会儿见风就长啊！哦，不哭啊，不哭啊！请喝茶啊，喝点茶啊！老爷，玉婉呐，我这么长时间也没抽空到医院去看你，你怎么没出月子就回娘家了？住院费太贵了，我只能带着思堂回娘家。思堂身子也太弱，我想找个中医给他看看。怎么，他们杜家不管你住院费？现在的杜家不是从前的杜家了。我在医院的这段日子，也只有大嫂看过我一次，其他人巴不得我们母子从他们眼前消失呢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啊，女儿啊，吃点补品，好好补身子啊。阿妈，慢点啊！阿妈，父亲，你要是再不回头，就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童玉婉，我自己就没有亲生父亲，所以我当老爷是自己的父亲。我愿意为他端茶倒水，尽孝道。日后生老病死，我一个人全包。所以呢，有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都没关系。红雨，你给我住口！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的心都在杜家，忙得连父亲需要的天伦之乐都顾不上。父亲他孤苦伶仃啊，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。真的有一天他瘫在床上了，还能指望你吗？阿妈，你难道忍心让这个无耻的女人赶走你的女儿吗？红玉啊，玉婉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现在有守寡了，杜家已经败落了。你不让她住下，让她上哪儿去啊？父亲，我可听说了，杜家得罪了日本人，遭了大难。谁要是挨着杜家呀，谁就得倒霉了。还有啊，父亲，童玉婉，她为什么不跟周廷琛走，而非要回童家呢？她呀，是宁可连累你，也不愿拖累自己的情郎。哎呀，我的脑袋瓜子疼得太……父亲，怎么了？太疼了！是不是血压又上去了？哎呀，这里啊，风太大了，我送您回屋吧。走。阿妈，你是生病了吗？红玉啊，要不这样，让同福把客房收拾一下，让他们娘俩住那儿吧。不是我心狠，我是担心你，怕你到了老了还被牵连啊，父亲。算了，我知道，您始终还是惦记您亲生女儿的。这童家的女儿，只能有一个。我没有资格留下来，红雨就不能照顾您了。父亲，红雨最后再对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要是把她留下来，你就等着童家满门被日本人砍死吧。不是，红雨呀，你别走，你走了谁来养我呀？如果我瘫在床上，谁管我呀？这，哎呀，女儿啊，爹求你了，你还是去找周廷琛吧，就他不怕日本人，你就不要再难为爹了。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您真的忍心
要赶我走吗？父亲生病，是我衣不解带的照顾他，才让父亲他选择相信我，这也是对我辛苦的回报。不过啊，童玉婉，即使你不在，我也会好好照顾父亲的，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你们整个童家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多给他一点钱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女儿，我想着谁都不对，烦死我了。父亲，童玉婉，你站住！这张是100块大洋的支票，我可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，才拿来给你的。你拿了钱就别再回来了。这些钱应该够你们母子俩去找周廷琛了吧？只是啊，现在你的旧情人未必接受你怀里的拖油瓶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抱着这个小丧门星，抱着他去跳黄浦江了。